汤姆·索亚历险记，马克·吐温。第31章。现在我们回到汤姆和贝基在山洞里的故事。他们和其他人一起在黑山洞里走，看了一些有意思的地方。这些地方都有名字，比如大厅、教堂等等。后来，他们开始玩游戏。贝基和汤姆玩得很开心，但是很快就觉得累了。他们走到一条弯弯的小路，拿着蜡烛，看墙上的名字和日期。那些字是用蜡烛的烟写的。他们一边走一边说话，没有发现他们已经到了山洞的另一个地方。那里的墙上什么都没有。他们在石头下面写了自己的名字，然后继续走。不久，他们到了一个地方，那里有一点水从石头上流下来。时间长了，水里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像瀑布一样的东西。汤姆从瀑布后面走过去，让贝基可以看到。他看到那里有一个像楼梯一样的东西，很窄。他想做一个发现者。贝基同意了。他们在墙上用烟做一个记号，以后可以找到路。然后他们开始往前走。他们向左走，向右走，走到了山洞的深处。他们又做了一个记号，然后走另一条路，想找到一些新的东西，可以告诉上面的人。他们发现了一个山洞，山洞的顶上有很多漂亮的石头。他们看了整个山洞，觉得很奇怪。然后他们走进了从山洞里出来的很多小路中的一条。他们走到一个很美的泉水那里，泉水里有很多亮亮的石头。泉水在一个山洞里，山洞的顶上有很多像柱子一样的东西，那些东西是水滴了很多年以后变成的。山洞的顶上有很多蝙蝠，它们被蜡烛的光吓到了，飞了下来，叫着撞到蜡烛上。汤姆知道蝙蝠很危险，他拉着贝基的手，跑到最近的一条小路里。他们跑出去的时候，一只蝙蝠把汤姆手里的蜡烛打灭了。蝙蝠追了他们很远，他们跑进一条又一条的小路，最后才没有被蝙蝠追上。汤姆发现了一个地下的湖，湖面很远，看不清楚。他想看看湖边，但是觉得应该先休息一下。这个时候，他们才觉得这个地方很安静，让人心里害怕。贝基说：“我没有注意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很久没有听到其他人说话了。”汤姆说：“贝基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很深的地方，我不知道我们在哪个方向，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。”贝基有点担心，他说：“我们在这里多长时间了？我们最好回去。”汤姆说：“是的，最好回去，也许是最好的。”贝基问：“汤姆，你知道路吗？”“我觉得这里太乱了。”汤姆说：“我觉得我可以找到路，但是蝙蝠很麻烦。如果蝙蝠把我们的蜡烛都打灭了，就糟了。我们看看能不能走另一条路，不要经过那个地方。”贝基说：“好吧，我希望我们不要迷路，太可怕了。”贝基觉得很害怕。他们开始走一条小路，走了很长时间，都很安静。他们看着每一个新的地方，想找到一些他们认识的东西。每次汤姆看路的时候，贝基都看着他的脸，想看到一些让他安心的样子。汤姆总是高兴地说：“没事，不要担心。这里不是，但是我们很快就会找到另一条路。”但是每次他们找不到路，他就觉得越来越没有希望。他开始随便走一些路，希望可以找到正确的路。他还是说没事，但是他心里很害怕，所以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在说没事，而像是在说完了。贝基一直跟着他，努力不哭，但是他忍不住。贝基说：“汤姆，不要管蝙蝠了，我们回到原来的路吧。我觉得我们越来越迷路了。”汤姆停了下来，他说：“听，他们什么都听不到，太安静了，安静的他们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。”汤姆大叫了一声，声音在山洞里传开，然后消失了。
听起来像是在嘲笑他们。贝基说：“不要，不要再叫了，汤姆，太可怕了。”汤姆说：“我知道，贝基，但是我们最好叫一下，也许他们可以听到。”然后汤姆又叫了一声，他的也许比嘲笑的声音更可怕，因为他说的是他快没有希望了。他们安静地听着，但是什么都听不到。汤姆开始往回走，走得很快。过了一会儿，贝基发现汤姆不知道怎么回去了。贝基说：“汤姆，你没有做记号。”汤姆说：“贝基，我太笨了，我没有想到我们需要回到这里，我找不到路了，这里太乱了。”贝基说：“汤姆，我们迷路了，我们再也出不去了。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其他人？”他坐在地上，哭得很厉害。汤姆不知道怎么办，觉得贝基可能会死或者会疯。他坐在他旁边，抱着他，他把头靠在他的身上，哭着说他很害怕，很后悔。远处的山洞把他的哭声变成了嘲笑。汤姆让他不要害怕，但是他说他已经没有希望了。汤姆说都是他的错，骂自己把他带到这个可怕的地方。这样说以后，情况好了一点。贝基答应不再害怕，会站起来跟着他走，只要他不要再说那样的话，因为他也有错。他们又开始走了，不知道要去哪里。他们只能走，一直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好像又有了希望，不是因为有什么理由，只是因为希望总是会在没有放弃的时候出现。过了一会儿，汤姆把贝基的蜡烛灭了。这个动作的意思很明显，不用解释。贝基明白了，他的希望又没有了。他知道汤姆有一根完整的蜡烛，还有3、4根短的蜡烛，但是他们还是要省着用。后来他们觉得很累，他们不想拐，因为一想到要坐下来，就觉得很可怕。走来走去，至少是在往前走，也许会有用，但是坐下来就像是在等死。最后，贝基的腿走不动了，他坐在地上，汤姆坐在他旁边。他们说起他们的家，他们的朋友，舒服的床，还有光。贝基哭了，汤姆安慰他，但是他的安慰已经用完了，听起来像是在嘲笑他。他太累了，睡着了。汤姆很高兴，看着他痛苦的脸变得平静，然后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点笑容。贝基的平静也让汤姆觉得很安心。他想起了以前的事情，他还在想着的时候，贝基笑着醒了，但是他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，变成了哭。他说：“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睡着，我希望我永远不要醒来。不要这样看着我，汤姆，我不会再这样说了。”汤姆说：“我很高兴你睡着了，贝基。现在你不会那么累了，我们可以找到路了。”贝基说：“我们可以试试，汤姆。但是我在睡觉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很美的地方，我觉得我们会去那里。”汤姆说：“也许不会，贝基，不要害怕，我们继续找吧。”他们站起来，又开始走了，心里很失望。他们想知道他们在山洞里多长时间了，他们只知道好像已经过了几天，甚至几个星期，但是他们知道不是，因为蜡烛还没有用完。过了很长时间以后，汤姆说他们要安静地走，听水的声音，因为他们要找到一个泉水。不久，他们找到了一个泉水。汤姆说他们应该休息一下，他们都很累，但是贝基说他还可以再走一会儿。他很奇怪汤姆为什么不同意。他们坐了下来，汤姆把蜡烛用泥固定在墙上。虽然他们心里有很多想法，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说。过了一会儿，贝基说：“汤姆，我好饿。”汤姆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东西，他说：“你还记得这个吗？”贝基笑了，他说：“是我们的结婚蛋糕，汤姆。”汤姆说：“是的，我希望它像一个大桶一样大，因为这是我们所有的东西了。”贝基说：“我把它留下来，
想和他玩，像大人玩结婚蛋糕一样，但是他没有说完。汤姆把蛋糕分成2半，贝基很高兴地吃了他的一半，但是汤姆只吃了一点点。他们还有水可以喝。然后贝基说他们应该走了。汤姆安静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贝基，你敢听我说一件事吗？”贝基的脸变白了，但是他说他敢。汤姆说：“好吧，我们要留在这里，这里有水可以喝。这根短蜡烛是我们剩下的所有蜡烛了。”贝基又开始哭了起来。汤姆努力安慰他，但是没有用。过了一会儿，贝基说：“汤姆，他们会想我们的，他们会找我们的。”汤姆说：“当然，他们会找我们的。”贝基问：“他们现在在找我们吗？”汤姆说：“我觉得是的，我希望是这样。”贝基问：“他们什么时候会发现我们不见了？”汤姆说：“也许他们回到船上的时候。”贝基说：“那时候天已经黑了，他们会发现我们不在吗？”汤姆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但是你的妈妈回到家以后会发现你不在。”贝基的眼睛里充满了痛苦。汤姆知道他说错话了。贝基今天晚上不能回家。他们都不说话了。然后贝基又开始哭了。汤姆知道他也在想一样的事情。贝基的妈妈可能要到星期天的早上才会发现贝基不在哈珀家。他们看着那根短蜡烛慢慢的烧完。他们看到蜡烛越来越短，最后只剩下一小块。他们看到火苗跳动，然后一片黑暗。过了多久，贝基才慢慢的醒过来，发现自己在汤姆的怀里哭。他们都不知道，他们只知道过了很长时间以后，他们都醒了过来，又开始害怕起来。汤姆说：“也许现在是星期天，也许是星期一。”他想让贝基说话，但是他太伤心了，已经没有希望了。汤姆说：“他们已经发现他们不见了，一定在找他们。”他要叫，也许会有人听到。他叫了一声，但是黑暗中的回声听起来太可怕了。他不敢再叫了。时间过得很慢，他们又饿了。汤姆还剩下一点蛋糕，他们分着吃了。但是他们更饿了，因为那一点点东西让他们更想吃东西。过了一会儿，汤姆说：“嘘，你听到什么了吗？”他们都屏住呼吸，听着。他们听到一个很远的声音。汤姆马上叫了起来，拉着贝基的手，往那个方向走去。他们停下来，又听了一下，他们又听到了那个声音，好像更近了。汤姆说：“是他们，他们来了，快走，贝基，我们有救了。”他们很高兴，但是他们走得很慢，因为有很多洞，要小心。不久，他们到了一个洞旁边，停了下来。这个洞可能有1米深，也可能有100米深。汤姆趴在地上，把手伸下去，但是没有摸到底。他们只能在那里等着。他们听着，但是远处的叫声越来越远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什么都听不到了。他们太失望了。贝基还有一点希望，但是他们等了很长时间，什么都没有听到。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着，回到了泉水旁边。时间过得很慢，他们又睡着了，又醒了，更饿了，更害怕了。汤姆觉得现在应该是星期二了。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，附近还有一些小路，他们最好去看看，不要在这里等着。汤姆从口袋里拿出风筝的线，把线绑在石头上，然后他和贝基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放线。走了20步，小路到了一个地方，那里有一个很高的墙。汤姆跪了下来，把手伸下去，摸着墙，然后他努力把手伸到右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离他们不到20米的地方，一只手拿着蜡烛从石头后面出现了。汤姆高兴地叫了起来，然后
他看到了那只手的主人印第安人乔。汤姆吓坏了，动不了。然后他很高兴地看到西班牙人也来了，然后消失了。汤姆不明白乔为什么没有认出他的声音，为什么没有来杀他，因为他告发了他。也许回声让他的声音不一样了，一定是这样，他想。他吓得全身都没有力气了。他想，如果他还有力气回到泉水旁边，他就要一直待在那里，再也不要冒险见到乔了。他没有告诉贝基他看到了什么，他说他只是叫着玩。但是饥饿和痛苦最后还是战胜了恐惧。他们在泉水旁边等了很长时间，又睡了一觉。孩子们醒来以后觉得非常饿。汤姆觉得现在应该是星期三或者星期四，也许是星期五或者星期六。他觉得找他们的人已经放弃了。他想再去看看别的小路。他愿意面对印第安人乔和其他的危险，但是贝基很虚弱，他不想动，只想待在那里等死。他说他会待在那里，很快就会死。汤姆想去看看别的小路，可以带着风筝的线，但是他让汤姆过一会儿就回来和他说话。他让他答应，在他死的时候会待在他身边，拉着他的手。汤姆亲了他，心里很难过。他说他希望可以找到找他们的人，或者找到出去的路。他拿着线，爬着走进了另一条小路。他很饿，也很害怕。